印度国防部近日为了航空母舰同其曾经的宗主国英国人闹掰了。英国爱马仕维拉特遗产信托基金会写信向英国首相、印度总理呼吁挽救印度航母，印度国防部态度却异常坚决，这艘航母拆成废铁做成摩托车也不会同意英国人的要求。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航空母舰，让印度英国如此剑拔弩张？让印度同英国之间起矛盾的航空母舰，在印度叫维拉特号航空母舰，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时叫竞技神号航空母舰，排水量28700吨，最多可搭载30多架舰载机。该航母1944年建成，在英国皇家海军1959年开始服役，1984年退役，1986年印度以2500万英镑购得，然后印度海军命名为维拉特号，也就是巨人的意思。维拉特号在印度海军服役到2017年，也就是说该航母一共用了68年，在印度海军服役30年。2019年印度官方决定将该航母当废品出售。2020年7月，印度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拆船厂什里拉姆购得该航母，计划将该航母拆解之后废铁用于制造摩托车。当前在什里拉姆拆船厂的首页，维特拉号航母在醒目位置展示，这是他们的成果。当然这其中有点让人奇怪，印度没有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却有亚洲最大的拆船厂，但这就是印度，从不按规矩出牌。英国人为什么想要这艘航空母舰？这是因为这艘航母对于英国人来说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1982年尚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的竞技神号航母参与了马岛战争，这场战争英国人获得了胜利，重新控制了福克兰群岛，而参战的竞技神号航母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爱马仕维拉特遗产信托基金会向印度索要这艘航母，是想拖回英国打造为博物馆，这可能是曾经日不落帝国海战最后的辉煌记录。不过英国人向印度索要这艘航母的方式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在2019年印度官方拍卖该航母的时候，该基金会完全可以参与拍卖，然后名正言顺地拖回英国作为帝国末日余晖的博物馆。为什么英国人不这么干？印度国防部态度为什么如此强硬决绝？分析认为，该航母2020年是以390万英镑成交，英国人不想参与拍卖是不想花钱，希望通过曾经的宗主国地位向印度施压，以最低价拿回这艘航空母舰。这样的方式当然让印度恼火，毕竟这艘航母已经当废铁出售给企业，英国人向印度官方索要，只能得到印度坚决拒绝的态度。有意思的是，后来英国爱马仕维拉特遗产信托基金会表示可以花钱向什里拉姆拆船厂回购该航母，也被印度国防部拒绝了，态度非常强硬决绝，这让人有些看不懂。既然这艘航母已经是企业资产，为什么印度国防部要插手他们之间的交易，并强硬拒绝英国人？看得出来，印度国防部的态度就是让拆船厂将该航母拆成废铁做成摩托车，也不想让航母到英国人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什里拉姆拆船厂董事长在2020年9月多次公开表示愿意将这艘航母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这当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吗？印度国防部为什么妖？印度国防部以及印度军队中存在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次英国人遇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件罢了，但是事出异常必有妖，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妖在作怪？分析指出，印度国防部采购武器装备一向有伸手要的传统，当前争议最大的要数印度从法国达索采购的阵风战机，以超出 F2隐身战机的2.3亿美元单价采购一架阵风，让全球军事观察人士难以置信。但这是印度人办的事情，有时候不合理就是合理。这次英国人遇到的怪异现象，就是拿出前宗主国的身份也不行，可能关键的问题还是英国人没有满足印度国防部决策者的一些特殊需求，除此之外很难找出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理由。现代战场上有很多曾经为人所知的武器类型，或有形或无形，它们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将敌人置于死地。在两相对峙的战场上，为了不主动造成流血牺牲，甚至出现了一些非常规式武器的身影。还记得11月的时候，英媒泰晤士报称，解放军将拉达克地区连同当地的印军都笼罩在一个巨型微波炉之中。中国专家金灿荣则表示，解放军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将班公湖地区收回。据当时专家介绍，解放军使用的是一种微波武器，使用后受波及范围的印军都相继表现出恶心、呕吐、无法站立的反应，听起来和晕车症差不多。只是症状升级并普及开来，金灿荣称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无论是碍于当地本应不受人类侵扰的美丽风光，还是碍于禁止开火的上级命令，使用微波武器都是一种非常文明且可靠的驱逐方法。当时的报道将这些举措甚至原理介绍得十分清楚，但是英军挨不住不战而败的指责，利用国内大部分民众的无知而无所顾忌地否认了英国方面的报道。印度官员也对此大放厥词，称其为中国纯净与贫穷的伪装，大概是指哪有什么微波武器，什么武器都没拿出来，是不是没钱了才乱说的？然而切身体验过微波武器的那些印度士兵保准不会这么想，但是他们不敢说呀，说了也没用，还有可能被处罚呢。
不管怎样，这种在印军眼中剥夺人战斗力于无形的武器，确实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效。因为当时的报道，印度人或许还能强辩一番。现在美国专家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意外揭晓印军不战而败的原因，就不由得印度人不信了，印军就只能承受再次打脸的事实。12月6日，印度教徒报消息，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新报告，称定向微波辐射可能是导致身在古巴中国的美国大使身患神秘疾病的原因。他们为此苦难多年，从2017年初开始，约有12名驻古巴美国大使身上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剧烈的脑内压力、头晕、认知困难等等。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症状尚且不能与印军此前的反应联系起来。今日俄罗斯6日报道则更为明确，指出这种定向射频能量的影响与这些美国大使感到的恶心、头晕、头痛、疲劳、焦虑、记忆力减退等反应是高度一致的。一些慢性症状患者的症状较为轻微，通常被称为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的前庭综合症，与运动病的病理描述相差无几，即晕车、晕机、晕船等。具体成因是人眼所见的运动与人体所感的运动不相符，就会有一种乏累、恶心的感觉，或称错觉。而微波武器无疑是将这种不良反应无限扩大，将其影响扩大到足以被称之为武器的程度。说轻了是辐射影响健康，说重了就是微波侵袭人脑。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种令人无法忽视且缺乏可靠解决办法的新式大杀器。根据印度媒体印度电视新闻网在12月7号的消息显示，印度海军一架隶属于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的米格29K 舰载机因不明原因坠机。在经历了近11天的搜救工作后印度相关救援队伍终于自水下70米深的水中发现了一名飞行员的尸体。由于长时间被海水浸泡，所以已经面目全非。只能是通过 DNA 对比发现，这名飞行员呢是名为尼桑特辛格，是航母舰载机编队司令。需要指出的是，事情最开始呢是发生在11月26号，当时正在执行飞行训练的一架舰载机突然坠机，机上的2名飞行员呢是执行跳伞动作成功，但是在当天被获救的只有1名见习飞行员，而另一名飞行员呢却下落不明。而到如今，通过 DNA 检测才知道，当时飞机上的教练居然是航母舰载机编队司令。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飞机上？目前印度军方呢对此并未多说，而外界对此呢也是猜测不断。虽然说在此前印度坠机事故中呢伤亡巨大，但是呢大多都是普通飞行员，而此次坠机的却是航母舰载机编队司令，也是让不少印媒痛心疾首，印度痛失栋梁。有些讽刺的是，印度人摔飞机都已经是举世闻名的了，结果就因为这一次官职够大，印度媒体才开始呼吁要重视战机的安全性能，注意升级保障措施。抛开印度空军这些年屡屡刷新的坠机记录，光是就事情本身而言，印度航母舰载机的事故就一直不曾间断，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从未让人失望了。本身数量就少，前后不过40余架舰载机，而今年1年时间呢就少了3架，一个呢是在印度西岸的南果阿栽了，一个呢是靠近阿拉伯海的海域没了，如今又是一个在阿拉伯海没了。但是就这种情况，到今天印度媒体才开始呼吁重视此问题，也不知道该说是后知后觉呢，还是该说是习惯成自然。实际上此前呢，印度曾经就空军坠机事故呢给出过调查报告。从内容来看，主要坠机事故呢通常是3个因素：机械故障、操作失误、意外事故，而最后一个完全不可控，但是前2个却是人为问题。后勤单位维护完一架飞机，手里能多出1把螺丝来。这句话呢是根据事实改编的笑话，完美的描绘了印度的后勤维护能力。操作失误就更是简单了。本来武器种类就颇杂，万国牌的各种细节设计都不一样，所以飞行员的习惯性操作导致失误几乎不可避免。